Hello，大家好，这里是 Canado Sun。那相信大家都有玩这个最新的宝可梦抽卡游戏吧？那有玩这个游戏的话，就知道现在会有两个活动了，一个是线上的对战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单人的拉普拉斯活动。那今天呢，我想先讲一讲这个拉普拉斯活动啊，因为它比较快结束，而且呢，它会送活动专有的卡哦。这个活动呢，你只要赢了对战呢，你就会获得一个卡包，而每个卡包只有一张卡。这个卡包呢，包括5张卡。所以呢，你要抽齐5张卡，而且每张要2张的话呢，保守起见呢，就至少你要赢它个20多次吧。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啊，我是第23包啊才抽到第一个拉普拉斯的。所以这个几率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始终每一包它是独立的计算嘛，所以如果飞起来的话，像我一样就20几包才能抽到第5张卡了。而根据我的经验呢，好像除了最高的难度之外，以下的难度你赢了有可能会不给包的。除了第一次你战胜他一定会送你一个包之外，随后呢还是推荐大家都打最高难度，因为最高难度才会一定出卡包。所以呢，可以的话还是集中在就怎么攻略最高难度为上了。相比另外一个活动呢，这个活动是比较新手友好了，我感觉，因为始终我们打的是单人模式嘛，就是我们还是会打 AI， 而且要真的打赢它最高难度呢，也不一定需要一堆 EX 卡。就比如这个影片我会集中在讲用电系宝可梦去打这个副本啊。当然了，如果你有更好的卡，就比如皮卡丘 EX 啊，或者是雷电鸟 EX 的话，那当然就放它进去就对了。我个人的首抽也是皮卡丘啦，所以我这次呢会介绍一下比较简单组成、比较平民的一些电系宝可梦组合。当然了，我也会介绍自己用的那一套皮卡丘和雷电鸟的组合，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玩家也是抽了皮卡丘的牌包的吧。那刷了手抽的话，那更加是不怕没有皮卡丘 EX 了。我会把时间都标在影片下面，如果大家对2个阵容都有兴趣的话，这里就马上开始了。如果只是对后面比较豪华的阵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直接摁时间跳过去。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现在这个活动的卡组，就是我当时以自己比较基本的雷系卡牌，还有甚至有大冲压了，就不完全是一个雷系的卡组了，只是一些比较容易获得又不是 EX 的雷系卡去组成。那我们如果有的选择的话呢，我会推荐呢就放这个霹雳球和雷电球，还有那2只电斑马作为我们的主要核心了。皮卡丘和雷丘呢就属于有的话就非常好了，没有的话我们也能将就，有的话就放进去就好了。其他的卡呢，除了板木之外，都是在商店能买到的卡了，所以就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卡组。那我现在也会讲一讲有什么我们可以改动的地方。如果你有第2张小斑马和大斑马，或者是任何其他雷系的卡，我也会推荐换掉大冲压。大冲压在这里只是因为它1点能量能打出40点伤害，就是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卡牌了。同样的，因为我知道有观众可能刚玩，没有什么其他卡牌，我塞了一堆的商店的道具，有一些根本就没有人用，像图鉴啊那些。如果你有更好的牌，例如是霹雳弹第2个霹雳弹，或者是 Sabrina 这个召唤师牌的话，也欢迎换进去，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upgrade 了。而这副基本牌呢，我不是只是想通关，而且呢，我是想用它来做任务的。我自己也是用这副牌打通了一次 EX， 而且完成了它不被对方拿到分数啊，多少回合里面完成啊，反正这些可以一次拿到的成就，我都在1把里面拿到了。那我之后也会展示整个战斗过程和我怎么样安排能量这些的。所以如果你是想去解这些额外成就去换商店券的话呢，这副牌是已经完全足够的了。而根据我最后调整，现在画面上这一副牌呢，就是我觉得最好的豪华一点的平民卡组，就是2个霹雳弹的和它的进化，1只斑马和它的进化，1个皮卡丘和雷丘，再有2个大木 Sabrina 板木，还有其他商药啊、撤退啊，每个2张的这些商店卡已经非常足够，非常豪华，足以让你每一天都能很轻松的解掉这个 EX。那我现在呢就 revert 到我一开始最基本自己用来通关，也是后面通关影片的那副卡牌。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暂停在这里。如果你有电海胆或者其他3合1池怪啊那种的电系卡牌，你也可以放进来替换掉这些电系的宝可梦，因为我是没有3合1池怪他们了。我自己觉得呢，除了电击兽，就是那个在打拳的电系宝可梦之外，其他都是挺好用的。好，我们现在直接进入这个对战的本身了。那我们用的就是刚刚介绍的那副平民卡组。在先后手方面呢，
最好就是要后手了，但是先手也是能玩了。但如果你要长久的话会比较难，所以我推荐如果先手没有好牌，那直接投降就好了，投降不会扣体力。而先手方面呢，拿到基础牌最好有电系放电系，我这里有霹雳球，有大冲压，我也是选择霹雳球上去，因为它可以进化嘛。第一个回合注意的就是有电选电，如果抽到精灵球或者大木博士的话就直接用，我们尽快把需要的卡全抽到手就好了。而如果你已经有红牌在手的话，你看见对面把海星放在场上，那就直接用吧，也不用去猜什么的了，至少有一个机会能让对方把宝石海星扔回去那个卡组里面。而根据我打了很多场的经验来说呢，唯一会打不了的就是对方海星起手，然后第二回合马上就进化成宝石海星，2颗能量，他打90嘛，我们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以吃得住的，那种情况下就直接投降就可以了。那画面上第二个我方回合呢，就能看见也是用大木博士或者精灵球，有就用，尽量抽多的牌在手上。能量方面就直接把能量继续给在场上的霹雳球或者你能进化的宝可梦，除了皮卡丘之外，皮卡丘尽可能放在后排，就像现在一样。而如果你和画面一样，第二回合有雷电球，有2颗能量，如果你有板木就能一下把拉普拉斯给秒了，但是可惜我没有啊，那只能打到10滴血。那因为我捡走了，但是对方呢就是把拉普拉斯收起来换成海星星上场，但他只有1颗能量，没有进化也没有小侠卡，所以我们基本上也不用害怕，直接打就好了，相当于直接拿1分。拿了1分的话，他又要换另外一个上场，我们就继续把能量全都分配给皮卡丘，那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紧急按钮了。之后这里也多说一下皮卡丘和雷丘在这里的作用啊，因为它可以用3颗能量打140，虽然它会把自己自身3颗能量全扔掉，但是140的威力足以把对面任何一个 EX 带走了。这也等于我们其他的宝可梦只需要带走对方一只不是 EX 的宝可梦就能全取3分了。所以看见画面上这个雷电球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画面上我们也来到第10回合，也是这一场对战的最后一个回合了，因为我们有第3个能量给皮卡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进化成雷丘就好了。这里也讲一下，雷电球是最好用的基础电系宝可梦了，我认为，因为它撤退是不需要能量的，在网上对战会非常好用。这里也是不用浪费能量，那我们上了雷丘之后就可以直接攻击啊！我这里手痒了一下，看见有板木也放上去，你能看见打了170，就如果没有板木的话也能打160，对面最多血的就是拉普拉斯，我们是能一下带走的。那我们这一次用这个牌组就能直接轻松的拿下3比0了，能看见3比0。480的伤害，10回合内打完。我们的牌组里面没有任何 EX 卡，也没有让对方得分，所以我们也直接把它附带的其他任务也做完，那能拿一下其他的沙漏或者商店券这样的了。那这里自己戴一下头盔，不是每一次都会赢，而且也不是每一次都能那么轻松的把其他的这些附带任务做完，只是想展示给大家看，这种基础卡牌也是能打完，能把其他任务做完的。而这一副卡牌就已经足以通关，把任务做完，然后拿到包包开包了。那希望大家如果开包的话，尽快开到自己想要的啦，就不要像我一开就是猴怪，和我影片前面展示的32张牌有2张拉普拉斯的这种悲剧，就尽量远离一下就好了。那这里也顺便介绍一下就比较豪华的组合了，也就是有皮卡丘 EX 和雷电鸟 EX 的一个卡组。其实和我们一开始介绍的卡组也没什么大不同，唯一我能说不同的就是你有2个比较稳定的输出手吧，你翻车的几率就会小很多。如果只是后面已经把所有其他任务都解完了，追求一个安逸舒服，甚至可以开自动去过这个单人挑战的话，那就有就放进去，那就绝对没错了。因为这副牌我也没有特别满意，所以我也就不详细介绍了，但基本上效果就像上面一样，你能看见很轻松啊，基本上不是对面天胡什么第一个回合小侠3颗能量宝石海星这种神来了也打不赢的局，基本都是不用重开就肯定过的，每天很省心的一个挑战组合了。那我也明白这个游戏比较多人感兴趣是网上对战啦，就 PVP 了。我以后会专门做影片去讲解，就是比较热门，不是那种到处大家互相抄袭的那种什么超梦卡组啊，
是我自己体感在网上见的比较多，比较麻烦，或者是比较有趣的卡组也会来这里分享了啊。感谢你看到这里啊！如果你对这类的影片有兴趣，或者是对芙莉莲这个漫画动画有兴趣的话不妨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因为我会开始周更或者更得更加频密了内容会环绕着宝可梦或者其他我喜欢的游戏，又或者是芙莉莲这个漫画动画，可能会做人物志或者是漫画情节这些分析都会有的哦。如果你是老观众的话对，这次我回来了之前因为生活有很多事，所以停更了一段时间，但这次我彻底回归了，以后也会周更。谢谢你的支持，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喽。